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来到了附近一个我很常去的寺庙。对，那我现在是坐在寺庙的一个算是读书空间里面，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这是一个寺庙的读书空间，像一个书房一样，室外的书房。然后呢，这座寺庙的住持呢很年轻，而且很会讲课。那他很注重这个佛教教育，而且呢，在这边呢，他也都在推广素食，就是中午和晚上啊，他都会有煮素食的，然后免费让大家来吃，免费的，不怕你吃。像有时候我也吃过几次，一两百个人一起用餐，大家坐在位置上排排坐，然后会有人会这样子走动去把每一样菜打餐打到你的碗里面，就是有人帮你打餐，你只要坐着就好。然后呢，吃饱之后你碗叠一叠，然后也有人收去洗，就是这边很规范，环境也很好。那我今天就是来到这个寺庙这边坐了一下，因为今天天气蛮热的，出来走一走，然后在这边坐一下，因为这边环境蛮好的。那我也刚刚也翻了一下书架上面的书，就是有看到几本还不错的，像像这一本啊，这一本就是呢《金刚经》《圆觉经》还有《六祖坛经》的合订本，刚好这三本都是我很喜欢的经典。你看，其中《圆觉经》嘛，《圆觉经》这是我小时候读的，然后呢，《六祖坛经》也是最近有在分享的，然后《金刚经》都是很好的经典。然后再来，我也翻到另外一本是，这个是《圆觉经》跟《维摩诘经》的合订本，还不错。有时候坐在这边看书啊，感觉不错。然后我刚刚就随便翻了一下这本《圆觉经》和《维摩诘经》合订本的内容，我就随便翻了一下。《维摩诘经》其实我蛮久之前有读过，那我今天刚好来，我就刚好看到《维摩诘经》跟这个《圆觉经》合订本嘛，我就翻了一下《维摩诘经》，真的挺不错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来读一小段《维摩诘经》，我读到还不错的地方，就是方便品第二。他说呢，这个毗耶离大城里面呢，有一个长者，有一个长辈，他的名字叫做维摩诘。然后这个维摩诘长辈呢，他已经累世呢，已经在无量诸佛身边呢，已经就是修行啊，还有奉献很多很多了，所以他善根非常的重，然后他口才非常好，而且呢，他有各式各样的神通变化，就是他有各式各样善巧方便可以去度化人。然后呢，他就讲了很多他的优点，入深法门就是说他对于这些佛法真理啊，他是能够领悟到很深的境界里面去，然后善于制度，智慧非常高，可以善用智慧去度化有缘人，通达方便就是他会根据每个人呢，用不同的善巧方便去引导他，大愿成就，明了众生心之所去。等于是他也是发了大愿要去度众生的，他很明白呢，一般大众呢心里面所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又能分别诸根利钝就是他能够分辨每个人的根基好与坏，然后呢用适合他的方法去引导教导他。久于佛道，心已纯熟决定大圣，就是他修行学佛已经在这个领域已经非常久了，那他的心也已经很纯净，已经很成熟了。他对于这个大圣呢，都已经有呃，就是很深层次，还有很清楚的领悟有所作，诸有所作，能善思量，诸佛威仪。等于他行住坐卧啊，还有他的言语行为啊，都是能够符合这种
我们内在智慧的这种频率，他就讲了他很多的优点。那其中他也有讲到这些，布施啊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等等。所以说呢，我大概翻了一下，其实啊，这个维摩诘居士呢，其实他就是菩萨的化身。因为我们知道菩萨就是会变化视线各种的形象来世间度化有缘人嘛。然后他有说啊，维摩诘居士呢，你看哦，他说他虽处居家，就是跟我们一样呢，就是住在家里面，可是呢，他的内心却不着三界，等于是他内心是超脱轮回的。然后他说呢，他虽然视线是有妻子的，可是呢，他常修梵行，等于是他对于自己，对于这方面的生活呢，是有一定的自我的规范的哈。然后他虽然也有家人亲属啊，可是呢，他不会沉溺在这些亲属啊、亲情里面。然后他虽然穿漂亮的衣服呢，可是呢，他只是为了让自己显现出一个庄严的一个外表而已，而不是爱好这些美食哈。然后他虽然也是跟平凡人一样会吃饭，可是呢，他真正在享受的是其中以禅悦为味嘛。他其实是真正呢是在品味心灵当中的自在和这种智慧。所以说肉体虽然在吃饭，可是其实他是用心灵在感受生活，这样等等。然后呢，他不论去到哪里去，都会用各种善巧方便去度那里的人哈。他呢，如果到讲堂的地方呢，就用大圣的真理呢去引导这些人。那如果到学堂里面呢，他就会去引导这些同盟，就是小孩子哈，引导他们学习国学呀、学习经典啊，启发他们的智慧等等。然后呢，到了一些喝酒啊、一些娱乐场所呢，他就会引导他们说，欲望太深会有怎么样的祸患哈。然后呢，对于这些爱喝酒的人呢，他也会鼓励他们呢要立志哈，振作精神。那在长者当中呢，就可以跟长辈说一些好的一些引导他们的一些内容。然后在普通居士当中呢，也能够说法呢，引导他们断除这些贪念哈。一般平凡人都喜欢贪心嘛，贪小便宜等等。所以他不管在跟谁在一起，跟婆罗门，不管跟任何位阶的人在一起，他就会用适当的方式去引导他们。在内宫当中呢，内官当中呢，就会引导这些官员；在王子当中就会引导这些王子哈；在梵天啊，在地势呢，他也会引导这些人。所以说他是以无量方便来饶益众生。所以其实我这样读了一小段，这边其实维摩诘居士他就是菩萨化身。而且维摩诘经呢，它前面的这个开场其实就是一大堆的大菩萨，不修习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文殊菩萨，这些都是大菩萨。所以说，其实维摩诘经就是一个菩萨道的一个大圣经典。然后呢，维摩诘经的话，它的故事场景就是说，维摩诘居士呢，他示现说他身上有生病了，然后呢，很多这个国王啊、大臣啊这些尊贵的人就要去探望他。然后呢，维摩诘居士呢，就借着这个示现自己生病的这种情境呢，来告诉这些众人说，其实人的肉体是无常的，肉体是不长久的，我们不能够只是受限依赖在肉体上面，而且肉体是所有的苦恼、烦恼和疾病的源头。所以说，其实他就是要引导大众呢，能够去进一步超越肉体呢，去领悟我们内在的智慧哈。这是他的开场，我大概就是这样浏览了一下而已。所以我觉得这一部，因为菩萨视线变化万千视线，就是有点在引导众生。然后呢，像维摩诘经，它也是以一种譬喻的方式哈。维摩诘居士本身就是一种譬喻，他就是一个大菩萨，但是他用他的居士身来做一种譬喻。然后他生病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种譬喻哈。
那其实在我们最近在分享六祖坛经啊，六祖坛经里面也有很多内容都跟维摩诘经有关。然后其中呢，也有一个六祖慧能的弟子，也是读了维摩诘经之后，就是领悟了自性智慧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就读一小段的维摩诘经，刚好我翻了一下，觉得还不错。我以前有读过了，但很久没有读了，我就这样简单翻浏览一下，然后刚好今天来到外面，就拍一小段视频，那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今天的那个跟大家的分享到这边咯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吧，拜拜。